2025年4月，中国研制的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终于取得了型号合格证。项目2009年立项，研制团队用了16年，终于把这个飞机造了出来，而且证明了它的设计是安全的，同时也说明 AG600的适航取证之路已经完成了大约80%。至此，国产大飞机三剑客也差不多齐了。另外两位，一个是军用运输机运20 ，2007年立项，2016年交给部队，研制用时9年。如今这款飞机已经飞出了国门，去过非洲、大洋洲、欧洲，就差美洲了。另一个是民用客机 C919，2008年开始研制，2022年取得型号合格证，2023年开始拉客，共用时15年。如今载客数已经超过了100万。说到这儿，我要问你了，你说这个 AG600它算是军机还是民机？认真听课的观众肯定知道，它肯定是民用飞机。军用飞机取个鸡毛的适航证啊！兵哥哥点头答应，这个飞机就算研制好了。所以军用飞机的研制周期普遍比民机要短。当然，取了适航证也不代表就不能军用，它反而是个加分项呢，证明了飞机质量顶呱呱。只不过现在还没看到任何 AG600会去部队服役的消息。但你要说 AG600是民用飞机吧，它又不像 C919那样天生就为了载客拉人，你也几乎不可能买到 AG600的机票。同时从研制过程来看， AG600 又具有强烈的军用飞机色彩。主机厂是航空工业通飞，和运20的主机厂西飞是兄弟单位，包括发动机在内的核心系统供应商全部来自国内。国产化这一点甚至做得比运20都彻底。那运20刚开始发动机还是毛子的呢。作为对比， C919 的核心系统供应商全部来自欧美，讲究的就是一个越成熟越好，越可靠越好，把商业成功作为最终的目的。所以 AG600 的定位有点模糊，像军机又像民机，就像它的形状，像船又像飞机。回顾它的研制过程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曲折这个词来形容。一个是研制团队，最早的队伍在湖北荆门特种飞行器研究所，后来航空工业通飞在珠海成立之后，团队开始慢慢往珠海搬，飞机的总设计师黄令才也举家搬了过去。另一个是飞机的中文名字，刚开始叫蛟龙，比如2016年新华社的报道说的就是蛟龙，但1年后新华社的报道就变成了昆龙。官方也没解释为啥改名，那个时候鸡哥还没出道，昆这个词儿还没开始火呢。另外还有个曲折，就是飞机的代号也变了，从 AG600 变成了 AG600M， 这一点从照片就能看出来。这是2017年的机身印着 AG600， 这是2022年的机身的代号变成了 AG600M。官方报道说 AG600 的陆地首飞是2017年在珠海，水上首飞是2018年在湖北荆门，海上首飞是2020年在青岛。3次首飞已经让很多人迷糊了，心想怎么这么多第一次。更让人迷糊的是2022年他又首飞了一次，官方表述是全状态新构型的 AG600 取得了首飞成功，且这一次机身上印的就是 AG600M 了。这里的新构型你就可以理解为是新配置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 AG600M 相比 AG600 配置升级了，而且升级非常大。飞控系统从机械换成了电传，而且机舱还变成了增压的。光这2处改动就足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。电传飞控让飞机应对复杂海况的能力大大提高，毕竟电脑控制还是比人脑反应更快更细。增压座舱更不用说，它不仅影响整体的结构强度，还让飞机更好用了。因为你不增压，3000米的高度就是个坎儿，再往上飞那乘客要骂娘的。换句话说，不增压的飞机那能是正经飞机吗？只能算是个玩具。另外 AG600M 相比 AG600 还增加了灭火功能，飞机在水面上划拉一下，20秒就能吸水12吨。AG600M 里面这个 M， 我猜测就是灭火的灭它的首字母，如果说的不对，欢迎通飞的同事们纠正。关于 AG600 所谓的升级成为 AG600M 这件事挺有意思的，因为一款飞机研制的好好的都已经首飞了，不到迫不得已肯定不愿意大改。我说说我的理解啊， AG600 项目的主机厂是珠海的通飞，很年轻，说实话在国内的主机厂里面实力偏弱。国内上一次做水上飞机还是水轰5呢，上个世纪70年代，相距2009年 AG600 立项已经过去了30年。你算算这个账啊，
咱就假设研制水红五的人，他最小是25岁，30年后55岁了。在体制内，这个年龄的人有几个正经干活的？大部分都是躺平的半退休状态了。这还是按照最年轻的25岁算的，意味着啥呢？就是当年开发水红五，也就是有水上飞机研制经验的人都已经退了。AG600立项时，从主机厂到供应商是一水的国内团队，都是一群新兵蛋子，简直就是彻彻底底的悬崖式断层。换句话说 ，AG600这个飞机主要的目的就是锻炼设计团队。既然是这个目的，那刚开始飞机它自然就好不了。你很难想象一架最大起飞重量50多吨的民用飞机，座舱竟然不增压，所以必须要改，不改根本卖不掉，找不到客户。说到客户呢，这款飞机的主打功能是灭火和水上救援，所以目标客户肯定是各地的消防部门以及海警。发生森林或者草原大火时，就能用飞机往下投水，那效率比直升机是高多了。另外还有海警，咱这海域面积也挺大，遇到有船只遇险，飞过去救人，比开船快多了。另外，如果遇到了邻国的船只迷路，不小心闯进了咱们的南海、东海啥的，咱还能帮邻居洗洗船。10几吨水从天而降，那比高压水枪有冲击力，效率也高多了。我认真查了查 AG600的订单，看到的信息还不是消防和海警，可能没有公布。公布的最大订单是2022年江苏祥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买了5架飞机，出手很大方，让人很意外。这就让我很感兴趣，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竟然成为了 AG600的最大客户。查了一下，发现公司是2016年成立的，地址在南京路口创智产业园，官网已经访问不了了。巧了，老板叫马维生，也姓马，竟然和我是本家，这让人更感兴趣了。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嘿，来了！到了，兄弟们，看地址，路口创智产业园。这么远跑过来，值不值得你给我点个赞？哎呀，这一路给我憋得好难受啊！走在路上总想打开滴滴接2单。人类的悲欢并不互通啊！你不开比亚迪，我这种感觉我说出来你也理解不了。我们看那个注册地址写的是 D 栋，我们找一找。这个是 A 栋。该说不说，这边环境还挺好的，有一种粗犷的美。尴尬了呀，兄弟们，好像没有 D 栋啊！这手机地图上只有 A 栋、B 栋和 C 栋，怎么没有 D 栋啊？它的注册地址是路口创智产业园 D205，没错呀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问问保安吧。问一下，这个园区里面的 D 栋在哪儿？啊？那个 D 栋没有 D 栋啊？没，就 ABC。只有 ABC。哦，没有 D 栋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兄弟们，这不尴尬了吗？本来我是预想到有一种情况是，它的注册地和办公地是分离的，但没想到它的注册地也是空的。有点意外，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跟我解释解释？总之啊，尽管 AG600这个飞机它的订单还不多啊，其实这种飞机它的订单也多不了。水上飞机本来就是一个很冷门的飞机，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在搞啊？很少。
所以它即便搞出来，你单纯的从商业角度去看呢，那铁定是赔钱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它也是民用飞机，但它和 C919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看视频的各位老板，谁要是手头比较宽裕，可以出手支持一下咱们这个国产水上飞机 AG600。谁要是下单了，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，我去参观参观，别像这一次一样，大老远跑过来扑了个空，有点让人失望。好，咱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哎呀，我也饿了，找个地方去吃饭。